海南三亚又出大事了，不光是后迁过来的人们要离开，就连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也纷纷出逃。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住在三亚的人开始这么慌乱的逃离？为什么？近期在网上出现很多大量生活在三亚的人都开始撤离三亚。在我印象中，三亚应该是人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城市啊，每当旅游都会想去三亚走一走。为什么从人人喜欢的城市到了如此的地步呢？很多人都说过，三亚早晚会出问题。三亚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进来的朋友长按点赞3秒，给个支持，可以把视频推荐给更多朋友啊。我们来继续说，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三亚开始颠覆如今的状况？三亚是海南岛的最南端，也是我国最南部的热带滨海城市，可以说是中国空气质量最好、环境最好的宜居城市。三亚又被称为了东方夏威夷，位居中国4大一线旅游城市3威下航之首，拥有着全岛最美丽的滨海风光。三亚市东临陵水县，西接乐东县，北靠保亭县，南临南海。地面的面积是1919.58平方公里，海面的面积是6000平方公里，东西长91.6公里，南北宽51公里。这里聚居了汉、黎、苗、回等20多个民族。三亚地口北纬18度，这条纬度线是黄金的度假海岸线。这里并非只有夏天，其实其他的4季都是存在的，只是不明显罢了。冬天不会像那般的寒冷，夏天也不会存在酷暑，但是这里往南紫外线很强，晒伤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往北的话，雨水很多，所以在三亚的湿气相对较重一些。三亚这个城市最不缺的美味就是海鲜和热带的水果。独厚的地理优势，三亚成为了我国大多数人都想去的旅游胜地。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北方人都向往到三亚过个冬。要说三亚和马尔代夫相比，这2个地方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马尔代夫的感觉是每天潮湿闷热，三亚相对人来说要清爽一些。从相关数据上看，2020年统计年末常住人口为103.14万，相比2010年增加的34.6万人，但是现在一大部分全部都是外地人。要说这其中最多的就是东北人，凡是你来这里旅游听到的最多的口音就是东北的流利普通话，尤其是做生意的更是东北人居多。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东北人喜欢来三亚呢？第一个原因就是东北的天气寒冷，大家都喜欢在这里过冬。就如网上东北网友留言，你不是东北人，你不会明白一个没有寒冷的地方，一个有着大海的地方，一个有着海鲜的地方，一个有着各种水果的地方，对于身处于寒冷地方的人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原因就是时代的背景，这个背景有3个特殊时期。第一批进驻海南的东北人是解放海南岛的东北四野辖下的40和43军，当时大约10万人。战争结束后，主力虽然北上赴朝，但余下的部队主力与当地琼崖纵队改编为海南军区驻扎海岛，担任国防任务，同时也留在了这里。第二批就是东北人在海南省建省初期，大量民间资本与人才涌入海南，资本主要用来购房炒地，东北地区市级国有银行也加入，也迎来了一批新的商人入驻。第3批是中国当年的工业基地东北国企，在一声砸破铁饭碗的号令下，企业改制，工人下岗，这也是有着第3批从东北国企改革后来打拼的定居的人。第3个原因就是海南的房价从低谷到高升，这也吸引了不少人进驻，所以三亚的东北人自然也就变多了。当你去海南，会随处可见东北人，路边的小摊以及出租车的司机，大家都非常喜欢在海南过冬。不过这几年，为什么东北的朋友不愿意再来三亚过冬呢？而是去了别的地方过冬？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逃离着气候宜人、风景四化的三亚呢？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因为三亚的现在消费水平太高了，可以说是在全国地区已经算得上是最高的。据数据显示呢，2018年中国住房市场月度表分析显示，三亚的房子均价为35000左右1平米，排名已经进入了全国的前10名，可以说是直接干倒了一些1线大城市。第二，再看成都的人均只有880元，但消费比最大的应该是住宿方面。春节的时候，在三亚普通一间的房子就要800到上千元，而且条件很差。要说海景房，那就贵到离谱了，而且服务态度相对非常一般，所以很多人觉得在三亚住着不划算，干脆就决定离开这个地方。要说人们为何纷纷逃离，
上边说的也不足为奇，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如果是你，看完愿不愿意再来三亚生活？如今的三亚因为没有什么产业，所以当地人可以说是收入已经支撑不了生活，物价高得吓人，可自己的工资却少得可怜，这也让人们的生活压力变得很大。其次也是现在的三亚口碑问题，很多去过的人都说这里的旅游管理恶劣，只要问问价格就要被强买强卖，而且价格也高得吓人。三亚虽然旅游业发达，但是有钱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如果这种简单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看来人们离开这个城市是必然的。要说选择在一个消费高的城市，不如去一个预期媲美、消费相对低一点的城市生活。如果你的收入只有3、5千，你会选择去三亚住吗？头一会儿听到恒大负债1.97万亿的时候，我靠，近2万亿的欠款，没见过钱的我拿出计算器合计了一下，这得有多少钱啊？要是每天都能让我中500万彩票的话，想要攒够这1.97万亿，我得活1079年，还得是在这1079年当中呢，天天都得中彩票。要是再算上每天的3亿利息，我的妈呀！数学没学好的我真的不知道这笔账该怎么算。那这么大的巨额欠款，许老板是究竟怎么欠的呢？把这些钱都花哪儿去了？可能有人会说，恒大如今出现这种问题，是因为许老板想赚钱的资本野心太大。可是他不一直都这样吗？就在1997年，恒大入手启动的第一个项目金碧花园，当时这个楼盘呢是160亩地，光转让这块地的话，钱就花了1个多亿。可是他手里根本就没有钱啊，这该怎么办呢？许老板很聪明，他先和转让方的老板谈土地分期付给他，先付500万作为首付，利用这块地呢开始到银行贷款，贷出600万之后，用500万作为土地首付，剩下的100万作为公司的运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他找到了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跟他们沟通，能多让他们赚点利润，但是前期你得先垫资，等项目卖完之后呢再给你。数月之后，金碧花园的第一次开盘售楼，项目所有的房子在1天之内就卖完了，当天就回款了8000多万。恒大发展能有今天，重复的就是这种经营模式。但是又有人说，是因为恒大里边的高管生活呢铺张浪费，物质运营的时候呢计划额度大，开支挥金如土造成的。可是这点小钱又有什么影响呢？其实恒大真正的问题是出现在2016年时候转折的，就在这一年，也是我们国家调整了房住不炒的政策，一再的明确去杠杆化。幼稚的许老板以为这是朝着当时亚洲最富有的王健林去的，果然在第2年，万达遇到了很大的困难，5战双杀，可以说是世界末日。万达负债高达6000亿，成为了当时热议的话题，所有人都在嘲笑王老板，这下从王者变成弱鸡了。迫在眉睫，王老板并没有选择硬去死撑，也没有选择就此服输，果断地选择了资产的梳理，最终顺势而行的王老板在短短几年内把6000亿的债务问题全部解决。很多人认为是他在贱卖资产，争取最后的生机，没想到的是明哲保身，成功脱险。在成败的2条游轮上，王健林上了往南的，许家印呢却上了往北的。就在同年，许老板开始了大肆的加杠杆。2015年，恒大贷款只有6149亿，直到2016年，债务直达1.16万亿，数额翻倍猛增。同时呢，就在这一年，恒大新拿下的土地为1.02亿平米，什么概念？殊不知，从2012年到2015年这4年里，恒大新增的土地加起来才只有1926万平米，可是，在2017年这1年里边，就新增到了1.26亿平米。这也刷新了地产大佬们的认识，也是通过了这一年，许老板以2800亿身价代替了王老板，荣获了中国首富的称号。头顶去库存、去杠杆的调整政策，只为抓经济的许老板，此刻已经是行将就木了。回顾2017年，许老板挥金174亿加入新能源汽车行业。许老板在大会上宣称，硬是用买买买、和和和、圈圈圈、大大大、好好好这15个字，精辟地总结了恒大的造车秘诀，还定下了个小目标，到2035年卖出500万台。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大街小巷已经遍地都是新能源汽车，可是就是没有恒大的。恒大投资超过了3000亿造车，为何一辆也没见在街上跑呢？这难道是算商业的新模式吗？不生产就能卖车？2016年以后，除了房地产主业逆势发展外，恒大也在各个行业中挥金如土，一路横冲。
金钱迷失双眼的许老板还想用之前做房地产的一贯套路到别的行业中去套用，为恒大去开展新的创富奇迹。结果恒房通、房车保、恒大汽车、恒腾网络众多业务当中，非但没有创造财富收入，反而还倒拉了恒大的裤衩子。以前许老板每次有困难都会有贵人去帮助他，但是这次却没有人敢站出来，真的可以说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啊！最近不知道许老板后不后悔2016年自己豪迈的选择？当初如果他决定去杠杆，顺势而行，不去多元化发展，今天的恒大还会是这样吗？这么大的别墅直接拎包就能住啊，真的是钱花哪儿好啊！这要跟300-500万的房比起来的话，简直就是天差地别。Hello， 大家好，我是带您看好房的牧羊。我说难怪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北京人都喜欢住别墅呢？你以为他们光是为了享受吗？看完这套5000万的大豪宅，我算是明白了。咱们现在呢，从这个大门直接就可以进去体验一下。光是眼前的这个大门就价格不菲，没点力气还打不开呢。进来以后呢，可以看到是前侧的一个花园，前面的两侧呢都看上去不是很大，那是因为这个房子本身就已经占了很大的面积。现在前面看到的这个就是正中间的入户大门。往期视频你们是没有见过这样的入户大门的，全钢的材料，都快赶上那个金库的防盗门了。打开门进来就可以看到的是整个房间的入户过道，这个地方设计的就跟咱们高档小区里边的单元楼过道一样，比那个还大呢。再一进来之后呢，头顶上就是一个挑空的设计，进门就给你彰显一个豪味儿。这个豪宅的地面呢，而且都用的是天然大理石铺好的。旁边这里呢是上下楼的电梯，对面这边呢是楼梯。我们来看一下楼梯的效果，真的是太漂亮了。加上这些小灯的装饰呢，看上去真的是特别美丽。往下看，下边还有呢。好，镜头回过来之后呢，我们现在往客厅那个方向走，这才是真正的别墅客厅。那相比以前的房子来看的话，显得我确实是真的有点肤浅了。转过来看一下什么叫豪宅别墅，这种空间感带来的幸福，光看看我也就能感受到了。要是住进来，那不人得飘了吗？这个房子不光是装修全有，而且家具家电呢都配得非常齐全。光是客厅的这个沙发呢，就相当于一辆奔驰大 G 的价格。转过来以后呢，对面这个是一个品茶区，以后家里来人的话，在这里练练功夫茶。从旁边那里呢，窗户还可以看到南向这边的院子。这个别墅的整体设计是非常有意思的，咱们大家不要着急，慢慢来看。大伙呢也都跟着顺便开开眼。往前走呢，前面看到的是一个1层的卫生间，比5星级的酒店可是要上档次的太多了。再往里走呢，这边就是书房，咱们来看一下。继续1层的左边看完以后呢，咱们来看看右侧这边，可以用眼睛实际看到，这个房子的面宽呢没有20米，少说也得有个21米。前边这里呢就是餐厅，这个地方相当于普通的别墅2个客厅加起来一样大。要是坐在这里吃饭的话，人少了我都感觉吃的不香。旁边呢是一个中西厨分开的厨房区域，外边呢是西厨岛台，两边呢都是高科技的电器，我就不打开给大家看了。再往里到头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厨的操作间，橱柜的材料不用说，那可都不是小钱就可以解决的。现在呢，咱们呢就要去另一层体验一下。刚才从楼梯看了下边是很深的，一般的豪宅楼下都是非常 nice 的。那咱们现在呢就跟着镜头一块去看一下地下是什么感觉。下来以后，正对面这边对着的就是电梯，我是走楼梯下来的。先来看一下左侧这边，左侧这边呢是一个超豪华的卫生间，淋浴间呢还是分了男男女女的。往右侧这边呢是一个负1层的会客厅，其实这一层呢并不属于是纯地下，它属于是半地下的设计，光是在这一层就已经算上是一个超大的豪华总统会馆了。恕我肤浅，真的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房子。前边这块呢做了一个娱乐休闲的台球室，虽然见识肤浅，但要是论我来打起这个台球，绝对那是一杆挑。这边打累了呢，旁边这里就是休息室，开瓶红酒，再雇上几个菲律宾的女佣，给你按按肩膀踩踩背，多爽啊！要说是成功人士，我又觉得肤浅了。我倒是觉得这应该是人生赢家。这个大鱼缸是很有特色的，养点鲨鱼的话也是很不错。对面这边呢还有个健身房，旁边这个空间呢还能练练瑜伽。这一层看完的话，我们再到下边的1层去看一下，看看这深藏不露的负2层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有拍过地下带2层的房子呢。进来半天了，你们发现没有？这个房子的墙面呢都是用木板包起来的。光是这点板子也得烧不少钱吧。我们先从楼梯这儿呢看看上边是啥感觉。现在继续呢，我们再往前走，怎么感觉有点像是进了洗浴中心？我今天也没有开凯迪拉克过来啊，怎么又有点像 KTV 了呢？往前看看，我靠，电影院啊，这也算是超大的电影院了吧？
在家里真正可以体验到电影院带来的这种感觉。这面积也真的是太大了，而且还专门在里边这里搞了一个卫生间，让你在看2小时电影方便的时候不用打扰其他人。这边看完以后，我们再出去看一看，出来以后我们往前看那边，你没有见过私人金库吧？你见过谁们家里能有金库的？来看看这边，这得放多少钱啊？这一屋子的钱可得咋挣啊？显得我是不是有点又肤浅了？我相信看视频的老铁在2022年都能赚到这半屋子的钱。都看到这儿了，还不给来个赞啊？金库旁边呢是一个私人酒窖，这个呢没显示出来多豪气。咱们再往前面去看看其他地方，往前走又感觉有点像 KTV 了。走到头这边呢，左侧这边是一个保姆房，这估计早就给你想好了，必须得配俩保姆，就连学习桌都给你配好了，时刻叮嘱着菲律宾的女佣要好好学习，不然就伺候不好主人了。那现在整个地下2层我们看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要上地上边去看看上边的2层。来到2层以后呢，左侧这边呢是进门的一个调空位置，右侧这边呢是客厅上边的大调空，真算是敞亮到家了。这个房间大的，我现在已经走的都有点喘不上来气了。继续往右侧这边先来看一下，走到头以后呢，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右侧这边呢是一个超大的衣帽间，对面这边呢是客房。现在所看到的家具摆设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呢，都是给配好的，就是等你付款拿钥匙呢。还有我之前的老铁们，这次我看看还能再挑出什么毛病吗？这边看完以后，对面那边我们就不过去了，因为那边跟这边是镜像的一样的效果，只是在那边多了一个浴缸。最想带大家看的就是3层的这个地方，看看豪宅的主人房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上来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个衣帽间，拐过来往前的2边呢都是衣柜，有钱人的衣服肯定得多，这个是不用质疑的。都是给你设计好了，10米的衣帽间绝对够你用。走到头以后呢，右拐，这里呢是一个露台，有点寒酸的这个露台。咱们出露台上看一看，在外边还是可以看到其他家的豪宅的，有钱人证明还是很多。从衣帽间这边往前走呢，就是卫生间，卫生间这边呢都是很大的。看看这房子，大家顺便呢也学习一下，这就是对生活享受的态度。从卫生间进去呢，就是主人的卧室，整个都是落地窗的效果。支个放大镜的话，看对面人家也是一清二楚。这边看完以后呢，咱们再到对面那边看一看。这一层呢有2个卧室，出来以后呢，咱们往前，我都有点转晕了。看看这个前边的这个卧室怎么样？拐弯抹角的我就进来了。这个卧室呢可以做成儿童房间，我倒是觉得买这个房子的人呢适合娶2个媳妇儿，正好呢是一边一个，房子大也绝对够用。正好收拾做饭的时候呢也有个伴儿。好了，到这里呢就看完了。这个豪宅别墅要是给你，你准备怎么住呢？